来吧，新重图。今天我们来玩 NA 重图的这两款通天晓，也是我个人来说最中意 NA 的重图两个系列，一个是彩透版，一个就是 G1 的玩具配色。盒子的外包装依旧和原先的那种感觉差不多，而且窗户里边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。这一回的彩透版也是不做的那么通透的感觉，毕竟童二哥身上有很多白色的零件，我还是喜欢那种通透感特别亮的，可以印出来里边的一些内构的感觉。这一回呢，其实和透明版的阿尔西是一样的道理，它身上的白色零件的透明版都做成了那种汉白玉的味道，不是很通透，但是这个玉质感、光泽度啦，包括这个手感摸起来了都亮亮的，很可爱的那种味道，就感觉瞬间这玩意儿会很值钱吧。而 G1 的玩具配色呢，又是让我个人感觉喜欢到了那个点，它非常有老玩具的那味儿。身上的那种仿贴纸式的涂装其实是涂上去的，黄色的眼睛以及这个浅蓝色的外甲，红色的内衣打底，效果都很棒。包括肩头这里啊，因为是白通的胳膊变出来，所以这里也有那种类贴纸的刻画。这回上面是蓝色的底子啊，也是不会暴露的太明显吧，稍微的和肩部的这个蓝色零件有一个融合。其实 G1 玩具配色的这张脸啊，和动画版是不一样的，没有戴眼镜。不过我会更喜欢一点这个脸啊，做的非常的帅，造型刻画也很好看。同时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脸型的关系啊，瞬间觉得这个通二哥换了一个脸以后就纤瘦了起来，可能是脸小吧，就显得人瘦了。而且 G1 的玩具配色胸口这个地方也做了黑色的涂装处理啊，非常的好看。彩透版的这个是红色的透明件，但上边又糊了一层红色的漆，就导致这个通透感再一次的下降了。其实整体来说，这一次的彩透通二哥啊，这种质感的效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，而且白玉的零件上面又上了白漆。本身作为彩透版吧，我觉得通透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，这回没那么通透了。说起来就是说这个汉白玉的这种感觉啊，我虽然并不讨厌这种白玉的质感吧，但作为彩透版用这个零件总觉得有一些不甘心。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感觉透出来的里边的纹路。我们就直接来快速的变形吧。其实这个彩透版的就给人一种玉质小人的既视感。哇，这个我决定拿着这个玩意儿去暗黑2的第3幕啊，完成任务去换个戒指啥的。这个太像玉做的了，很亮，对，很润。但是裤衩和大腿这边又没有用这种玉质材料啊。如果说把这块整体能弄成这种通透的玉质感，效果也不错。可能这一块是为了模拟出来这种灰色或者银灰色的这种质感吧，其他的部分用了白色的这种。但是基于玩具配色的这个白通就哇太帅了，身上的这些仿贴纸系的涂装依旧很有味道啊，在每一个面都做得很好。而且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白通好眼熟，好像大白呀，穿着大白防化服，戴个蓝色的口罩，一模一样，手上还戴着2个蓝色的袖套。仔细看头雕啊，这个白通的脑袋也是像 G1 玩具的那个新的脸庞猫脸版，和动画造型是不一样的，口罩的造型不一样，包括这个头盔的一个边缘，眼睛的角度，胸口的这一块也是因为透明件上漆的关系啊，所以和这个白色的底色有一些出入，稍微的带一些色差。但这个 G1 玩具配色每一次做的真的很有质感，所以这也是我喜欢这个重涂方案的原因之一啊。这张嘴做核酸是不是？我们直接来最后变成车型看一下。我们先单看彩透版，这个车厢马甲这一块整体的通透质感做的还是很棒的啊，红蓝这些地方该透的都透出来了亮。车头这一块呢，就是一个白玉车头啊，这回变完车头以后，更是把裤衩和大腿那边的那个通透的灰，发点灰的那个透明件全部隐藏了起来，车就更玉了，更像一玉质车，再拖一个彩透的很透亮的一马甲出来，车型的质感真不错。
G1玩具配色整体来说的这个质感，更多的凸显的是一种情怀感的味道吧。本身来说 ，G1玩具的颜色就是要比动画片里边浅一个色阶的，它是浅蓝的车身，红色这一块大面积的涂装，只是在车型的状况下，好像那种仿贴纸的涂装少了很多。如果说再能细小的点缀一些出来啊，那可能效果就更棒了。NA 的彩透版和 G1玩具配色一直是我认为 NA 所有的重涂的这些概念里边非常适合收藏的两条线。可能喜欢 G1老玩家们啊，这些对于 G1玩具配色有一些情怀的感觉。彩透版主要是你摆成一大堆的时候打出来光的效果也会很好看，但就目前这两款通天晓来说，我个人会更喜欢一点这个 G1玩具的配色，因为这一回的彩透版没有那么透了。但不得不说啊，可能也有不少玩家会喜欢这种白玉的感觉吧，很润，对，就特别的润。那么的这两款 NA 重涂的通天晓大概就是这样了。G1玩具色真好看。